普京2026大计划曝光，全吞顿巴斯，扩招41万新兵，俄罗斯真能撑到那时候？布达诺夫在接受采访时，直接把俄罗斯2026年的战争 KPI 抖得底裤都不剩。按布达诺夫的说法，克里姆林宫现在的胃口很大，他们不满足于现在的拉锯战了，而是准备在2026年玩一场全吞计划。那么，普京的2026待办清单有什么？俄罗斯能做到这一点吗？2026年的乌俄战争又会如何发展？布达诺夫盯着俄军的沙盘说，俄罗斯2026年的核心目标就俩词儿：顿巴斯、扎波罗热。具体点说，俄军想实现4个小目标：完全控制整个顿涅茨克，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再往前拱一拱，把手伸进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最后就是建一个超大的缓冲区，这也是普京常挂在嘴边的内容。为了实现这胃口，俄军现在已经开启了撒币招人模式。俄罗斯2025年40.3万人的征兵目标在12月初就提前完成了，而2026年他们打算再招40.9万人。俄军现在的招人套路很现实，在经济不景气的偏远地区直接甩出高额的一次性签字费，这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策略让俄军在兵源荒面前暂时还能顶得住，甚至连占领区的乌克兰人也被迫签了合同，成了俄军的合同兵。很多人之前总觉得俄罗斯打仗全靠朝鲜和伊朗接济，但布达诺夫这次泼了一盆冷水。虽然2023年初老俄的库存快见底了，但人家这几年疯了一样建工厂扩产能。现在的现状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已经实现了国内自给自足。当然，布达诺夫也说了不少好消息，俄罗斯的家里其实已经快揭不开锅了。就火力军来说，2026年的目标注定失败。不能实现的原因也很简单，俄军实在是太拉胯了。在乌俄战争中，俄罗斯的实力对不起他大国的名号，一直受乌克兰信息战的压制，又接连遭遇乌克兰的四面伏击，损失惨重，只能撤军。撤退过程中，组织力量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无章无法，四处躲藏，前有拦截，后有追兵，更是上演了丢盔卸甲的惨状。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防线被乌军突破，并陷入被动防守；在红军村方向，俄军发动攻势，却付出惨重代价，伤亡远超乌军，大量机械化装备被毁。在哈尔科夫边境地区，俄军小规模行动遭遇毁灭性失败，一支10余人的俄军突击队因战术愚蠢，如排成纵队暴露于火力下，被乌军全歼。由于俄军基层指挥问题，在该区域难以实现稳定突破。在苏梅和赫尔松方向，俄军行动受限且频繁受挫。赫尔松方向，俄军突击队乘摩托艇偷渡右岸，被乌军无人机消灭，暴露俄军整体进攻能力受限。其次，士气不振是有目共睹的，受伤的俄罗斯士兵非但没有因伤退役，而是被迫签署新的服役合同，重返前线。注意，他们不是被遣散，而是被强迫送往前线。对于这些伤兵，愿意签合同还有可能推往2线，不愿意签合同，那就立刻送到前线当突击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合同不得不签。乌俄战争中返回前线的受伤军人中，截肢者可能已超过18万人，约占所有受伤军人的48%，其中大多数被派往扎波罗热，而且那41万人能不能招到也是个未知数。虽然俄罗斯想通过一次性签字费来招募士兵，但是钱不够。听说现在这个金额大幅度下降，改为强制征兵，目的就是省钱。这一点也是俄罗斯最大的问题，财政压力太大了。战争打到现在，真正让普京坐不住的不是前线战况，而是财政部那本越翻越薄的账本。2026年，俄罗斯的联邦预算被布达诺夫形容为灾难性，46%的钱砸进了国防和安全。这种把近1半家当拿去打仗的国家，基本上就告别可持续增长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几乎被完全锁死。再加上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精准放血，俄罗斯已经有21%的炼油产能被榨摊。莫斯科的钱袋子快见底了，那比老奶奶的钱袋还要空。当一个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从1480亿美元缩水到只剩24%，当为了填补亏空不得不开始变卖实物黄金时，所谓的战略主动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豪赌。虽然这不至于让前线的坦克立刻趴窝，但这种经济内伤会直接影响普京后续和谈的底气。布达诺夫还聊到了最敏感的谈判问题，他本人就在乌克兰的谈判小组里，但他强调这种事沉默是金。最扎心的一点是，布达诺夫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全球玩家可能会为了对付中国而选择跟俄罗斯握手言和。美国不想看到俄罗斯彻底倒向中国，所以外交接触不可避免。而乌克兰最终能在新秩序里拿回多少尊严，全看最后这仗打成什么样。
不过，所谓谈判就是拖延时间的手段，本就很难实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况且当下双方力量接近，并没有形成一边倒的态势，所以现在并不是最合适的谈判时机。目前，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谈判已经结束，完成了在和平方案框架内多份文件的协调工作。20点计划90%同意，美国安全保障100%，但最关键的顿巴斯问题没能解决。在乌克兰可能举行的和平计划公投期间，普京并未同意停火，和谈最终走向谁也无法确定。最后，布达诺夫还补了一个更吓人的预言：俄罗斯可能会在2027年准备攻击欧洲，波罗的海国家就是首选。说不定这件事会成为这场世纪大战的最终转折点。现在的关键不是普京想要什么，而是欧洲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俄罗斯的入侵。火力军认为，俄罗斯始终无法实现自己2026年的战略目标。想要实现这一点，不光看那41万新兵能不能到位，更得看俄罗斯那46%的军费能不能撑起这个大胃王。更糟糕的是，军事情报体系并非1天2天就能建成。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情报上的失误，根本原因是俄军的军事情报机关工作能力羸弱，这很明显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迷信闪电战，却倒在对方强大的情报信息战之下。但无论结局如何，顿巴斯的命运已超越战场本身，它既是资源与地缘的争夺，也是两个民族历史记忆的碰撞。这片土地上的每一道战壕都刻着苏联遗产、民族认同与大国博弈的痕迹，它的归属将决定乌克兰能否保持完整，也将重塑东欧未来的安全格局。对普通人而言，理解顿巴斯不只是读懂一场战争，更是看清21世纪地缘政治的残酷逻辑。有些土地注定因太重要而无法安宁。俄罗斯人的生活早已被战争重塑，国家宣传仍在强调阶段性胜利，但民众的期待不再关乎领土，而是何时能睡一个安稳觉。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俄战争2026年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